2月13日，在摩洛哥第8天。今早听说团里有位团友出了点意外，导游叫了辆救护车，跟着去医院了。原定的出发时间就推迟了，大家只好在饭店里外先随便转转。9点钟来了一位导游，名字叫阿扎迪特。上午他将带我们游览瓦尔扎扎特。瓦尔扎扎特，一个位于西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波波尔小镇。从这里翻过高阿特拉斯山，就走出了大漠。它是从西撒哈拉进入北非乃至欧洲的门户，所以这里又称为大漠之门。波波尔人这一带的建筑，导游经常介绍的有卡斯巴和科萨2种，它们都是这一带过去带有武装防御性质的建筑。一家一户带有碉楼的庄园叫卡斯巴，有围墙带工事的寨子叫科萨。我们昨天从阿尔福德经过达特斯山谷到瓦尔扎扎特这条路，在摩洛哥被称为是千座卡斯巴之路。这条路过去是西撒哈拉贸易线上的必经之路。当满载货物的驼队在这条路上行走时，他们也正是土匪盗贼眼中的肥羊，下手的目标。于是，在沿线为往来商队提供服务和保护，带有武装的村寨或庄园就应运而生了。塔雷尔特卡斯巴是瓦尔扎扎特的必游景点。卡斯巴的主人格劳伊家族曾富甲天下，权倾一方。他姬妾成群，子嗣上百，加上近千奴隶，一起住在这座有300多个房间的卡斯巴里。伊斯兰能娶4个老婆，在摩洛哥这可不是传说。阿扎迪特说可以，但是你要真的娶了4个老婆，你马上就会有9850个头疼的难题等着你。这是波波尔人传统式样的窗户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窗户里面的女人可以看到外面，反过来则不行。波波尔人是摩洛哥乃至北非的原住民。现在摩洛哥人口中，波波尔人大约占65%，阿拉伯人35%。在摩洛哥学校里，波波尔语言和阿拉伯语一样，都是摩洛哥学校中的官方教学语言。其实，在北非没有一个部落或族裔自称为波波尔。波波尔的叫法最早可能是在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后，为了区分族裔，将所有非阿拉伯族裔统称为波波尔。这个词源自于古罗马人对外族的蔑称，英文是 barbarian。今天波波尔人自称为阿马契格人，是高贵与自由的意思。这个电视信号在摩洛哥经常会看到鹳鸟的鸟巢，当地人视其为吉祥的象征。这是卡斯巴里的浴室。这一带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泥土混的石灰造的，内部有时会有镶钻的内墙。这种建筑可以有效地抵御夏季的高温。波波尔人的饮食丰富多样。阿扎迪特讲，像他自己，每周差不多2天是鱼，其他日子有鸡、各种肉类，当然还有摩洛哥特有的骆驼肉。不过周5一定是全家在一起享用 couscous。这些有蓝色图案的房屋是寨子里犹太人的居所。直到1954年，这里还有110户犹太人家。这是阿马契格的旗帜，旗帜上的蓝色代表海洋，绿色代表山脉，黄色代表沙漠。这个字母是象征自由阿马契格人的符号。离开卡斯巴，我们来到了路对面的瓦尔扎扎特电影博物馆。自上世纪50、60年代起，瓦尔扎扎特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电影制片人纷至沓来，在这里拍摄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。这个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小镇一跃成为非洲好莱坞。我们现在参观的是瓦尔扎扎特电影博物馆，
它也是当地影视基地之一。走进博物馆，先看到的是这个教堂竟和清真寺同框，据说这是电影《通天塔》的外景。这架2战时期的老飞机其貌不扬，不过却在不少大片中露过脸儿。再看电影《木乃伊》的时候，说不上您能认出来。这些飞机一定在哪部电影中呼啸长空大显身手吧？想不到他们的真身竟是如此这般。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些早期的摄影机、放映机、胶片冲印设备等等，这些无疑都是瓦尔扎扎特电影发展史的最好见证。气势恢宏的角斗士就是在这里拍摄的，这是其中一些服装和道具，怎么看都和那部史诗般的影片不沾边，这就是电影艺术的迷幻之处吧。博物馆规模不大，但里面的通道蜿蜒曲折，一步跨千年。刚刚还在2战中，转身就穿越到了古埃及，一个又一个的摄影棚彼此相连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说到这里，最近在当地官方网站上看到，2024年6月，瓦尔扎扎特电影博物馆发生火灾，馆内建筑物遭到严重损坏。这里记录的一些场景，或许已是绝唱。走出博物馆，又回到了真实世界。瓦尔扎扎特是一个小城，甚至有些荒凉，但它以炙热的电影情怀拥抱了世界，使得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许多著名影视作品，被非好莱坞当之无愧。快到中午时，我们的跟团导游穆罕默德回来了，伤者已经妥善处理，我们继续行程。离开市区，我们前往位于瓦尔扎扎特西北30公里处的艾本哈杜。大漠上孤零零的一座高岗，高岗前一条小河流过，一片暗红色的建筑一坡顺势而现，这就是艾本哈杜，一个带防御功能的寨子，就是当地人说的可萨。1987年，艾本哈杜被联合国教科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桥头的碑文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标识。过去这里是通往西撒哈拉的商道，艾本哈杜扼守了这条商道的咽喉之处。它不仅是一处防御工事，还是客商和物资的集散地，也曾是官府征收赋税的关隘。如今艾本哈杜的居民几乎都移居到河这边的新村，只有河上的那座小桥像纽带一样，将这座古寨和今天的世界连在一起。走过小桥，沿着河边的小路进到寨子，石块铺路，粘土夯墙，低矮的土屋层层叠叠，蜿蜒狭窄小巷的尽头，卡斯巴的角楼时隐时现。沿途的店铺也许太小，各种服饰和布料干脆就挂在了土墙上。正值晌午，太阳高悬当头，正午的阳光像是给蓝天白云的背景上抹上了几道重彩，画出了这些斑驳古朴的土墙、幽深的街巷和门洞。穿行在灰黄色的背景中，仿佛梦回过去，感受到了仿佛还在跳动的历史脉搏，感受到了古堡的沧桑。过了这道黑乎乎的门洞，是一条蜿蜒的小路，走200阶台阶是小路的尽头，那里是古堡的最高点。导游说别忘了在路上捡块石头带到山顶许个愿，保你心想事成。继续往上，到了山顶，只见一座破落的土房风雨飘摇，孤零零地矗立在山顶。原以为一定是古堡的瞭望哨或者是一个碉楼，然而出乎意料，都不是。这座残破的土屋原来是古堡的粮仓，在北非，这种叫阿斋迪尔的粮仓一般都建在寨子里的最高处。站在山顶回望来路，脚下是连片的房舍，隔岸是新建的村落，远处是广袤的戈壁滩和浩瀚的沙漠。往事如烟，岁月留下的只是记忆和这残存的古堡。如今来往的不再是驼队商客，往日大漠商道的繁盛也成为过眼烟云，但这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和风情，这残存下来的古堡和角楼，如今依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，演绎了无数影视传奇。
下了山已经下午2点了，河边新村的饭店人很多，还是塔吉锅和 couscous 2杯茶，一共290迪拉姆。匆匆吃了午饭，我们要翻越高阿特拉斯山，赶往马拉喀什。平铺的大漠渐渐出现了褶皱，褶皱变成了山冈、坡地，地势渐渐起伏不平，最后又连成一片，成了绵绵的山脉。从瓦尔扎扎特出发到马拉喀什，要翻越北非屏障，海拔2260米的高阿特拉斯山山口，旅途漫长而艰难。汽车缓缓地爬坡，车窗外的景色也从戈壁沙漠变成了灰黄色或红褐色的山脉。远处偶尔可以看到山顶上的皑皑白雪，不时还有村庄和清真寺一闪而过。汽车仍在艰难地行进。大约下午4点钟，我们攀上了阿特拉斯山的山口。举目远眺，褐色的山峦绵延起伏，光秃的地表有些满目苍凉。公路像一条扭曲的带子，在山间上下起伏翻腾。过了山口，汽车开始下坡，窗外的景色渐渐出现了生机。这大片的是赤柏树，也叫杜松子树，果实是让杜松子酒不可缺少的原料。过了山口，汽车在一个服务区停下，这里有饭店，有小卖部，还有一个露台。团友们好像疲倦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爬上露台，对着四周美景不停拍照。几天来，我们一路上体验了摩洛哥丰富的地貌，途中看到了海洋、田野、山脉、戈壁、沙漠、绿洲、峡谷、雪山等多种地貌。可能也正是这多彩的风貌和风土人情，才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游客。1912,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it was Meknes. Yeah, thank you. 窗外不知何时变得喧嚣嘈杂起来。多日从没听到5世纪鸣笛，这时也开始按喇叭了。我们意识到马拉喀什，我们到了。Wow! And please, if you like to enjoy a cup of tea inside, you are allowed to. They open at 10 o'clock. It's very beautiful, with beautiful gardens.